那一般我们在谈 Big Data， 我刚刚介绍过，从资料探勘、资料采矿到 Big Data 之间的一些新的设备、新的技术不断的发展。资料的样态大概可以用4个 V 来解释它。第一个 V 当然是指的所谓资料量，这个资料产生量其实是从 terabyte 这后面不要有多少个零到 petabyte 这样一直在成长。再来就是称作 volume 资料的数量，那 velocity 呢就是资料产生的速度。你可以想象说，无时无刻有不同的人在 FB 上的 po 文，随时随地的有不同人在发 email， 那这些都是资料产生的一些来源。未来所谓的物联网，待会我们会对它做一些介绍。到处都有 sensor， 到处都有收集资料的工具，包括监视录影器等等，这些都会让你的资料迅速产生。再来就是说资料的多样化，我们提到从 Big Data 的产生，我们不再是处理单纯的表单资料，我们可以处理影像资料，我们可以处理文字资料，我们可以处理语音资料、影音资料。同时呢，我们会去关注资料跟资料之间的关联，一些社交网站的一些行为，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透过资料的表达来处理的问题，让你的资料的那个多样性其实是远远多过于早期在做资料探勘、资料采矿那个时代的那表单资料。那再来呢，因为资料可以从各式各样不同管道收集，所以资料的可信度、资料的模糊度，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关心的。我相信未来在做资料分析 ，data 的 veracity， 事实上一定是会变成最主要的课题哈。其实，在早期我们在做资料探勘，我们都知道所谓的 garbage in、garbage out。当你把一些不重要的资料放进去的时候，或者把一些不正确的资料放进去的时候，你产生的结论，你找到的一些成果，绝对是有问题。所以怎么样去处理有一些 uncertainty， 或是说包含一些非常高杂讯的资料，或者说资料本身的完整度都不足，那这些都可以透过一些资料分析的技术、一些 machine learning 的技巧来做处理。我相信这个是在资料分析的技术里面是最关键的一环。我们这个智慧联网，我们这里就把它叫做 IoT， 很多人叫做物联网。未来的生活，或者说现在其实已经在发生的，从所谓的智慧运输，你的无人自驾车，或者是你的交通号志的管制，包括我们的 eTag， 未来停车的收费系统，还有交通号志的管制等等，我们这都是可以形成一个智慧运输的一个架构。另外，也可以利用物联网的技术来对环境监控。你可以从各地的降雨量，或者是大家现在关心的空气品质，像那一个所谓的空气盒子，那这个都是典型的那个物联网的应用。还有各位谈的所谓智慧家庭，在你未来的家庭里面呢，你可能可以从远端去操控你家的冷气，你去对你家的电灯、各项电器去做开关，还有家里的安全等等，都可以透过这些物联网技术达到我们期待的要求。那再来，大家也关心所谓的食安，其实这些物联网技术，这些 sensing technology， 可以从渔牧养殖业，从牛只吃的草、它的换肉率、吃的饲料等等，还有它的一些行为，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健康状况。另外呢，在一些基础建设，包括捷运，还有桥梁的安全，透过一些感测器，比方说在桥墩上去量测这个桥梁的震荡，那你可以去了解说这一个桥梁结构的安全等等。尤其在一些风灾、雨灾的前后，桥梁关闭以后，你要去确认这个结构体是否受损，那你可以透过这些资料的分析，得到一些比较可靠的一些结论。讲的这些所有事情都是跟资料有关。我这里虽然用英文，但你可以把它想象，我们有时候会把它称作为资料的洪荒之力。什么是 IoT？ 什么是物联网？举凡你所可以接触到的一些设备，小至灯泡，大到冷气，像这些设备都有一些联网的功能，它可以透过无线网络去做控制，同时它从环境收集到的资料，可以透过无线网络把它传回来，物物相连，网网相连，你就可以对每一个设备、每一个环境的细节，你可以进行一些了解。当然，要使用这些讯息呢，我们必须要能 identify the things。那这些 object， 这些所谓的终端设备，它可以去 sense， 它可以去收集，它可以去感知这个环境，它可以互相去做交流，去做 communicate。那同时，它可以把这些资料送到后端，让我们来进行分析。所以，
当这些 SIM 终端设备可以互相的交流、交换资讯，那同时呢，可以协助我们后端来做一些决策，然后我们也可以知道说，到底这个环境下我们需要哪种服务。那这里可以看到，我们可以透过智慧手环收集到你生理的讯息、你的运动状态等等，那这样也可以提供后端知道因为你的状态需要的服务有哪些。有一个简单的调查数据，在2020年呢，我想2020年很快就看得到这些所谓的 Internet of Things 这些 object 大概会有超过26个 billion 这么多。可能大家对这个数字没有什么概念，但是你想象你现在周遭，你可能每个人都有笔电、有手机、有平板，甚至有桌机，在这么多设备里面呢，只有累积到所谓的7.3个 billion， 到2020呢，已经会到26个 billion， 所以这个成长是非常大的。包括一些所谓的穿戴式的装备，在你的智慧家庭里面的 device， 像那个 Amazon 有所谓的 Echo， 然后 Google 也有它的智慧音箱等等，那这些都是算所谓的 Internet of Things。那它可以从智慧运输到工业 4.0 到智慧城市，有一大堆不同的应用，也有所谓的无人商店的产生。个人化的医疗、精准医疗、智慧工厂，然后对环境的监控、智慧大楼，还有一些绿能，还有 smart grid， 这些都可以透过物联网技术来达成。林林总总讲了这么多应用，但我可以概略的讲说，当我们要分析这些资料，我们对这些资料的来源要有一些基本的认识。其实从最小的穿戴式，你身上穿的，甚至你的手机。这一个距离啊，我们把它讲说在做所谓的健康状态的 monitoring， 你的距离大概在0.1公分到10公分左右，是非常短距的 communication。那智慧家庭呢，我不知道各位的家里有多大，但是我们大概可以想说，这个 object 之间的联系呢，大概是在公分等级到10公尺左右。你也可以对环境做监控，比方说我们关心全台湾的空气品质，或者是全台湾的降雨量，或是用到所谓的智慧运输系统，那它的 sensor 或者说它的 things 它们之间的距离就可以到几公里这样的一个 scale。所以当各式各样不同的运用，你资料的来源、资料收集的频率都各有不同。我们聚集了很多资料，可以透过物联网产生的一些资料，那其实它也提供了一些所谓的巨量资料的分析，也提供这些 IoT 资料分析的一些技术需求。IoT data 呢，其实已经形成一个非常重要 Big Data 的来源。事实上，我们回头刚刚想到所谓的 Big Data 4个 V， 资料的大小、资料量，因为你可以想象到2020年有26个 billion device 联网，那这26个 billion 只要每一个小小单位贡献一些资料，这个量就非常可观。那这些 device 它随时收集资料，这资料的收集有些可以用1秒就可以有数十笔资料，有些是每分钟、每小时到每天等等，所以这资料产生的速度是相当快。然后资料多样性，除了到处散布的，从个人的健康监控到智慧家庭到智慧运输、环境监控等等，还有彼此资料之间的关联，从数值型的资料到文字的资料到影像资料、语音资料等等的资料的多样性，在物联网的设备产生的资料，其实都体现了这些多样性。那因为呢，环境的 noise 很多，杂讯很多，甚至你有一些物联网资料收集，因为 device 没有电源等等，它可能给你的资料可信度不够高，或是有一些不完整。那这些怎么样透过 Big Data 技术的处理呢？这个也是一个重要课题。所以在我们处理这个 IoT 资料的分析，我们事实上面对了很大的挑战。各位可以想象说，26个 billion 的 object 连在一起，这个每个 object 其实有些是非常便宜的。我们提到小到灯泡，大到一些大型的机具，到冷气机等等，在这些像灯泡这种很小的 device， 事实上它上面能做运算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，它没有办法做太过复杂的运算。同时呢，这些小小 device 上它没有太多的记忆体空间，所以它没有办法把很多资料都 keep 在这一个小小的 end device 上面。另外，你得要考虑所谓的永续性，有些
IoT device 有些 sensor 其实是安装在一些非常艰困的环境。举例来讲，在4000公尺的高山，在玉山，我们想要收集那边的降雨量，或者是说我们在做一些顺向坡的监控，那其实你不太可能常常去换电池，而在那个环境下也可能没有持续的电力供给，所以你必须要去考量说，怎么样在这些监控环境下，让你的 device 可以持续它的功能做越久越好。所以你必须要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运算、不必要的资料传输，透过这样的设计类来减低它的耗电量，让这样的一个 device 可以持续使用比较久。那另外呢，环境的因素、高度嘈杂，然后还有很多外在的因素会影响到这些 sensor 资料的品质啊。这我们刚刚特别强调，在这个 Big Data 4个 V 里面，第4个 V 是资料可信度，资料可能不完整，资料可能有很多杂讯，这些怎么样去处理？那最后呢，在不同的 IoT 的应用里面，可能对资料的分析需求是不一样，你可能需要对不同的应用去做不同的设计，所以这个凑在一起，让我们要做一些 IoT 资料分析，充满了很大的挑战。我们可以想象说，未来在做这样的资料分析的架构应该是什么样？传统你可能会想说，我只要把这个 sensor 当成资料的收集器，把所有的资料往后送，然后在后台我有伟大的云端设备，有很好的技术可以去做分析。可是这样的想象可能对我们把它叫做 centralization 的架构，集中化的架构，可能对 IoT 资料分析不太适当，因为你需要把资料上传。我们实测过，传输资料所用的耗电量比资料的计算耗电量高出非常多倍。再来呢，有一些 sensor 事实上它的一些 local 的 information 是非常有价值的，你可能在所谓的 local 端把这些资料处理好，会比送到后台它处理的效率还更高，然后对整体的效用也更大。所以在这个物联网资料分析，一个所谓的分散式、阶层式的架构可能是比较适合的。在前端的 end device， 它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运算。我们如果从资料分析的模型来看，我们可能在前端可能可以做一些简单近似的模型来取代一些复杂，然后最终正确的模型。比较复杂的工作，比较需要大量运算的工作，就把它送到后端的云端去帮你做。那在前端呢，你只要保留一些比较重要的、有代表性的资料就好，不用把所有资料 keep 下来。那这也呼应到说，这个 end device 事实上它的记忆体空间事实上是非常有限。因应这样的需求，我们有时候得要自己根据你不同的应用去设计比较好的演算法。当然，我们这里讲所谓设计比较好的演算法，是指的比较运算简单的演算法。架构图大概是这样哈，在前端的我们就把它叫 sensor 好了，前端的感测器，它事实上会收集一大堆资料，持续的进来。在前端我们要有能力去判断说这个资料到底是干净的，或根本是假资料等等。我们在前端对资料的 quality 做一些筛选，然后可以在上面执行一些所谓的 approximation model， 所以比较简单的 model。因为不同的运用呢，也许你应该根据需求去设计不同的演算法。所以我们在想象说，我们可能要有一些所谓的演算法的 toolbox， 一些各式各样不同的分析工具。待会会介绍所谓的异常侦测的工具哈。那在这门课里面，我们也会介绍其他的演算法，然后甚至运算平台，还有资料分析的 Python 这样的 programming language。我大概给各位一张示意图，一些想象哈。我们这边最左边从 IoT data 的 input， 我们需要根据这个资料的形态、资料进来的频率，或者说你叫 sampling rate， 然后有些资料是会有一些遗漏，它的 missing rate， 然后资料不同的形式变化，还有它有没有时间跟空间之间的关系等等，来描述你这一类应用下的 IoT 资料。简略的分析，比方说是有一个单一的 sensor，但是它可以读到非常多的讯息，比方说在你的穿戴式运动手表，它可以知道你的心跳，它可以知道你现在的温等等，也可以知道你的步态、走路的速度。另外一种情况呢，就是说你可能有很多 sensor，
每一种 sensor 只有读一个资料，比方说在温室里面，它有所谓的温度的 sensor， 它有湿度的 sensor， 它甚至有照度的 sensor。那一大堆 sensor， 每个 sensor 各司其职，它就去收集它关心的资料，然后再送到可能所谓的 gateway， 再去做资料的整合分析。所以对于这类的样态，我们也需要有这类型的演算法来处理。同时呢，你可能有很多 sensor， 可是每个 sensor 可能功能都蛮复杂，可以读各式各样的读值，整合在同一个 sensor， 我们称作 multi sensor、multi reading。这些不同的 IoT device， 它们收集的资料，我们需要依据它的特性来设计演算法来做分析。好，